疫情前，全球民航曾经是低价时代，许多穷游的小伙伴可能有印象，当时东南亚到处都是100-200元的机票，欧洲200-300元可以飞到非洲，北美99美元可以跨大西洋。亚航远程公司从中国多地出发，都能让你3000多元飞到毛里求斯或者是澳洲。我们之前还抢到过春秋到东南亚的1元机票。然而疫情打断了这一切，特别是2020年，由于各种防疫风控，全球民航极不正常。当时从美欧各地返回中国，甚至出现过6万元的单程票价，令人瞠目。那时全球各家航空公司都在削减机队、裁撤人员，仿佛大萧条时代要来临了。但有些国家自从2021年秋季进入后疫情时代之后，客流开始缓慢恢复。2023年12月，中国也放开管控，全球民航疯狂反弹。大约从2022年春季开始，全球各家航空公司纷纷开始征招人员，扩编机队，民航呈现出重新繁荣的迹象。到现在，国外大部分地区的民航客流早已恢复了疫情前的水平。今年7月4日，美国迎来了历史上的客流最高纪录。近期 Flightradar 24等软件记录到全球最多的航班量。但有意思的是，全球的机票价格依然坚挺。一些分析机构甚至认为永远回不到疫情前了。会是这样吗？我们认为民航客流反弹阶段已经结束，马上就要进入比拼技术的时代。也就是说，像2018年那样必须死拼每一块钱才能守住市场份额的时代就要回来了。在这种态势下，机票价格肯定会逐渐下降，至少也要降到2018年那样的水准才行，甚至可能更便宜。这样讲有2项证据，其一就是已经有航空公司开始裁员。美国的航企是疫情时受影响相对较小的航空公司，疫情后美国民航的反弹很猛烈，也比较早。现在美国各家航空公司算是最早的度过了回升期，开始进入厮杀期。今年1月份，美国航空宣布裁员656人，去年11月，达美航空也宣布过裁员的消息。现在航司裁员也影响到了南半球，新西兰航空最近说考虑裁员100人，人数虽然少一点，但却是裁员蔓延的信号。这恐怕意味着全球民航反弹的结束，困难日子将要到来。机票价格从来不会在竞争弱化的时候降低，而只在竞争激烈时降低。当利润越来越少的时候，资本家们就会想办法提高技术，加强竞争，而压成本降价格是民航业竞争的最主要手段。第二项有力的证据是，其实降价已经开始了。现在全球已经有许多航空公司的票价回落到了疫情前。比如说马来西亚的亚航现在从吉隆坡飞兰卡威只要97元，与之前相当。还有欧洲标志性的伦敦到巴黎航线，现在一节报价已经低于300元。日本甚至也比疫情前还要便宜了一点点，东京到大阪只要329元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，例如国际油价已经回到了2018年的水平，例如市场恢复等等。但最重要的应该还是前段时间大家都在招兵买马，引进飞机，而现在已经饱和了。当然，不是所有的证据都支持机票价格下跌，例如俄罗斯仍然在进攻乌克兰，空域无法使用，导致航线成本太高，以及由于中美之间的关系不畅，北美航线难以降价等等。但总的来说，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已出现端倪，民航客流在达到高峰之后可能下滑，而各家航空公司在2023年赚到大钱之后扩大投资，今后的5到10年内，民航的竞争必定激烈。一些技术领先的航空公司会率先压价，例如亚航今年11月准备飞肯尼亚，单程的机票竟然只要1500元。照这种势头，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家航空公司都将被迫应战，因为国际票价下降的话，大家都出国玩，国内航线不可能不受影响。降价会从国际市场蔓延到国内市场，价格也会越来越低。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呢？欢迎评论留言交流。
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